装点着绚烂的梦，抬起头望向这片浩瀚，用线条描述你的模样，给我一支彩色铅笔，画出一道银河在宇宙的边缘，有关时间岁月所有光阴，阑珊背后燃出了彩虹，在你的天空。如果你看到了这张纸条，你一定在想我。用指尖触碰映入双眼的轮廓，把人生漫漫长路信仰和过往融进笔墨，当缤纷渐渐褪色，随浪潮飘向远方，失去了才懂。你好，郝老师，法院已经立案了，跟着就会发公告。那二审什么时候开庭呢？这得看法院的排期了。一般说来，加上公告期，不会超过半年。还要等半年？郝老师，这么长时间都等了，还在乎这半年？好吧，谢谢你啊。何老师，邹主任请你去一趟他办公室。哦，有好事儿。什么好事儿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邹主任，你找我？哎，何欢，哎，来坐。最近呢，台里启动融媒体的改革，我想听听，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？说实话啊，我最近一直也在研究新媒体的一个传播规律和生存之道，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节目的构想，正准备提交给频道的编委会。嘿，好啊！哎，你快说说。我想利用新媒体的手段，重新打造频道的文化类读书节目。怎么，你还是没有放下当年的读本好书？我觉得，如果是新闻节目代表一个频道的综合实力的话，那么读书节目也能够代表一个频道的品味，不能轻易放弃。现在呀，是看手机的人多，看书的人少。那如果把手机和读书结合到一起呢？何欢，你不要忘了，当年的读本好书正是因为曲高和寡才被停掉的。所以啊，我更想寻求一条曲高不和寡的路。哎，既然是探索嘛，它肯定就有风险。我不知道你这个设想，频道编委会不会通过。另外，关于你的未来，频道另有考虑。比如呢？你看，自从白杨辞职以后，新闻进行时的制片人一直由我代理。今天频道编委会正式提名，从下月起，你将担任新闻进行时的制片人兼主播。明天人力资源部就有人找你谈话，你得好好准备准备。我行吗？当然行啊！10年前我就看好你，只是当时你有另外的选择，这也算是迟到10年的认命吧。那我想做的读书节目呢？先放一放。老师让你们练习的都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下个礼拜我要检查的啊。好，下课。好。小椅子都搬过去。真棒。你们家长都在门口接你们了啊。
来，拜拜。来，跟老师再见。加油，辛勤看你的进步啊，越来越棒，拜拜。快点吃我家玩吧。可以呀。何老师，哎，于校长，你现在方便吗？跟你说个事儿。啊，刚好我也有事想跟您说呢。那你先说。啊，首先非常感谢你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给我这份工作。但是，因为电视台的工作调整的关系，所以接下来我可能要全身心的投入，不能再兼职了。巧了，我也想跟你谈一下兼职的事儿。集团总部打算另外开设一个播音主持的分校，我想推荐你去做分校的校长。让我当校长？对，这个岗位也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，只能专职，不能兼职。您是说，如果我当校长，我就要辞掉电视台的工作？是，其他的我不敢说，但是按照我们集团的薪酬体系，分校校长的年薪肯定是你在电视台收入的3倍以上。从下月起，你将担任《新闻进行时》的制片人兼主播。这个岗位也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，只能专职，不能兼职。还没睡啊？手工作业还没做完。在做什么呢？西。哎呦，我看人家家长群里做的都什么花啊、灯笼啊，一下就做好了。哟，你这做的真的好可爱啊！啊，你得做多久啊？人家做那么快。哎呀，人家的难度系数才1.05，肯定做得快。那你做多少4.0。4.0怎么做的？啊？为什么要这么难？因为自己喜欢呀，自己喜欢什么就应该挑什么做。真厉害！来，给我看看。进来。啊，行了，行了，我知道了啊。黄书记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想跟您聊聊。坐。说吧。因为我个人呢，比较喜欢读书，而且我坚持认为，做精神食粮的节目是观众的刚需。过去可能自己认知不够，再加上有些自恋，才把节目做得比较死板，把读本好书带进了个死胡同。但其实最近1年多，我一直在研究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战略，而且有了一些新的思考。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把这些思考付诸于实际。你说的这个精神食粮啊，我是非常赞同啊。我们现在推进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，那就是要去占领舆论导向、思想引领、文化传承和服务人民的
传媒制高点。只是目前呢，频道存在着一些具体的问题，所以呢，节目规划当中啊，暂时还没有读书类的节目。我非常理解，我也知道现在频道对文化类的节目现在还没有这个规划，所以我想跟你提出停薪留职，我想自己创业。做自媒体？是。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，所以想来跟你聊聊，听听您的意见。啊，那你评估过创业的风险吗？据我所知，你现在是一个人生活，还带着个孩子。创业一定是有风险的，这些呢其实考虑过，但是不是在我顾虑的范围之内。如果方向是正确的话，我认为这个时机是最好的，我想去试一试。其实你是可以考虑留在新闻部的呀。做文化类节目一直是我执着的梦想。其实过去这段时间，我也一直在重拾自己，纠正自己。就像您说的，不想总看到的是过去的合欢。我想，我有着传统媒体的经验，也有着对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思考。如果将这两者结合起来，创新的做一档文化类节目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我真的很想试一试。真的非常希望你能够留在台里呀，和我们共同创业。但现在你有了自己的想法，又有了新的追求，而且你对困难也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所以，我支持你出去闯一闯。您支持我？传统媒体啊，虽然有着权威性和专业性的特长，但是呢，它也存在着传播速度慢、单向传播和互动性差的这些缺点，而这些正是新兴媒体的长处所在。所以我们现在台里啊，也是开门办台，我们可以同意一些传统的媒体人走出去，去感受、去体验一下新兴的媒体，同时再回过头来为我们自己所用啊。谢谢你，黄书记，真的太好了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行，那我就在这儿预祝你创业成功。不过我有个要求啊，成功以后啊，不要忘记自己出发的地方。我一定不会忘记。好，祝你成功。谢谢黄书记。你要离开频道？谢谢。去那个什么培训机构当副校长吗？不是，我呢是希望能够做一个读书类的自媒体。我没听错吧？欢姐，我觉得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你从一个接线员到主播再到制片人，你就舍得这么放弃吗？反正我既然有了这个想法，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去尝试一下。我不认为你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任何尝试，而且在我们3个人里面，最不适合做自媒体的人就是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冒险了呀！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哪有时间呀？而且自媒体是需要烧钱的，你还有外债呢。但就是这些也阻挡不了我追求我的梦想的权利吧？我觉得你应该坚守在电视台。同意。你自己为什么不坚守？我有我的理由。你有什么理由？我也有我的原因啊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吧。做自媒体需要流量，是需要烧钱的。你资金从哪来啊？团队从哪来？刚开始呢，其实团队不用多大，也不需要多少钱。你们看，其实满大街拿着手机就会做自媒体，我为什么不能做呢？自媒体还是需要平台推流，或者是去购买流量的，不然的话很难引起观众的关注度的。这件事情肯定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，你会很辛苦的。辛苦我不怕，当然
你们说的这些一定是一步一步慢慢来，但我总需要开始吧。想清楚了。我不光想清楚，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新媒体，也做了不少方案，你可以看看，说不定你能给我介绍一些客户。这是节目方案，别小看我的节目方案，我都改了8稿，可以给你看看。当然还有你们最担心的风险评估，你们能想的我也能想到。来，包括团队的运营方案，整个节目的运营方案都在这里，好好看看。我支持你。你支持什么呀？什么你就支持？万一失败了呢？万一失败了，我也可以从头来过呀。你支持我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你支持我，来，谢谢。祝我成功。祝你成功。哎，刘总，您是文化人啊，我得跟你请教一下，你能不能帮我设计一句这个见面语之类的？就反正一说出来就感觉咱格调特高，就特有文化那种。那我教你一句拉丁语吧。不是，拉丁语就算了，我这舌头没理直呢。那就薛定谔的猫。什么意思？当你没有办法判断一件事的结果的时候，你可以笑一笑，然后说啊，薛定谔的猫。啊，薛什么猫？薛定谔的猫。哎，这有点意思。薛定谔的猫。嗨，唐总，我们来了。刘总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何欢。你好，刘总。哎，唐少怀。你好，唐总。欢姐，今天唐总正好跟我有点工作要谈，他跟刘总也熟，我干脆就把大家约在一起了。幸会。挺好，真好。那咱们落座。哎，好，坐，坐这儿，这边这主位。唐总，哎，咱们今天谈正经事儿，就喝点不容易上头的青梅酒。行，喝什么都行，我无所谓。刘总，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读书第2多的人，你知道第1多的人是谁吗？我们欢姐。所以当她告诉我她想做一档非常有品质的读书类节目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我觉得你们俩一定会一拍即合。这资我跟你说，你要不投，天理不容。现在大部分的读书节目都是挂着学问的羊头，贩卖着焦虑的狗肉。所以呀，欢姐她才下定决心要做一档真正有品质的读书节目，以正视听啊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出品味、格调、气质、风骨，那我可以考虑投资。谢谢刘总。刘总，别的我不敢保证，哎，就气质这一方面，我们欢姐给你拿捏的死死的。对了，我特意带来了我们的策划书，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看。你还知道沈逢时这种小众作家，有点品味。用个性的介绍和场景搭建来推广图书，有创意。投资额100万，3年之后10倍回报，也还行。等一下，你要直播卖书？对，在新城书屋品牌建立之后，通过直播带货、电商变现的方式，提升行业效率。就像推销口红和螺蛳粉那样推销图书。这是一个新的营销模式，在直播间我可以分享我的阅读心得，然后向观众推荐这本书的有趣故事，提升他们对这书的兴趣。同时在直播的时候可以有多些互动，了解观众的需求，更加精准地销售书籍。直播间就是一个低价倾销的地方，在直播间卖书，跟摆地摊有什么区别？那是对书的亵渎。刘总，
时代在飞速的发展，现在大家的购物场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而且一个好的节目要有持续性发展，要让投资人能够尽快得到回报。其实电商变现不失为一个好的环节，而且一个节目的变现能力，也直接反向的证明了这个节目的影响力。平台分成、内容付费、线下开店，这些我都赞同，但直播卖书绝对不行。嗨，不直播就不直播了呗，咱们还有其他挣钱的渠道，是不是，欢姐？哎，实话说，其实我之前的节目，就是因为离观众、离市场太远了，才被淘汰的。所以我希望这次能够吸取教训，在新媒体的赛道上，为读书节目探寻一条新路。但是我心中的读书节目，绝对不能自甘下贱。这不是下贱，这是创新。你要是这样创新的话，我拒绝投资。哎呀，刘总，你看，冲动了不是？那这样，不就是这个种子轮吧？啊，我投。唐总，这要投的是一个读书节目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说我没文化呗？你看，正是因为我这个文化上有点欠缺，所以咱们得缺什么补什么。哈哈。唐总虽然读书不多，但是愿意与书为伴，也是难得。嗨，我也确实没那么高雅，最终目的呢，咱还是得赚钱。唐总，还是你有眼光。那这。那您看一看我们的策划方案。这个呢是针对各类型平台对读书栏目的一个运营数据分析，还有我们也做了当下的观众对文化类节目的一个心理分析。我们针对当下受众的一个心理画像，规划出了第一阶段的内容，这些都可以看一下。哎，反正你也别跟我说那么多了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我出100万能占多少股？20%。那不行，那我得占60%。种子轮一般都不会超过25%的。那你这个财务预测呢？节目上线1个月之后实现收益，半年之后到达盈亏平衡点，3年之后投资回报10倍，而且投资额可以全部拿回。行，那就20%就20%吧，啊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款项呢分2笔，第一笔50万，在签订合同，3天之内我打给你。第二笔呢，在3个月之后，在你达到盈亏的平衡点，啊，我就第一时间转给你。如果达不到目标，那对不起了，这投资取消，而且你们必须无条件的回购我所有的股份。哦，那不管是哪一种结果，你都1分钱不亏啊。那我还赔利息了呢。哎呦，唐总，你可真是个奸商。谢谢夸奖。3个月是不是太短了一点？根据我的经验啊，反正这判断一个项目是不是能成，3个月足够了。欢姐，要不然再听听刘总的意见，考虑考虑刘总。首先非常感谢2位，百忙之中来听我讲述这个项目。刘总，很遗憾这次没有能够合作成功，但希望以后有机会。唐总，感谢你，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。哎呦，共同发财。我先提醒一句啊，你是在与虎谋皮啊，也能够让我快速成长。刘总，那我就在 A 轮等你了。您不用等我，等我没有那么忙的时候，我亲自做一档真正的读书节目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文化，什么叫品味。你这是要跟我们打擂台是吗？不打擂台，是碾压你们。哎呦，那可别啊，这话说的有点早，到时候谁碾压谁还不一定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你那叫什么？那个薛什么猫的鹅，那个不是骆宾王的鹅吗？
不是鹅猫啊，鹅曲项向天歌，不是乱，叫薛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就是人都别说了，干杯吧。行，干杯。来吧，来。节目每天播出1期，每期呢不超过8分钟。现在我们的储备已经有7期了。反正先上线看看观众反应，再去调整整个的节目风格。可以啊，嘿，你行啊！真想不到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竟然创办了一个新栏目。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自媒体的优势吧，说干就干，也挺容易上手的。刘林度可一直都看你呢啊！任杰注意力也一直在你身上。他跟唐少怀聊天呢，你看他的脚，他的脚尖一直指向。大哥今天喝咖啡不喝酒？这是什么理论？哼，你要相信我，在感情的这件事情上呢，我的直觉是很准的。我虽然对你表示理解，也支持你的选择，可是白杨走了，你也走了，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就会更难了。你看你不还有你呢吗？我的左膀右臂都没了，还不知道坚持到什么时候呢。真有设计感啊！还可以啊。郝老师，门口有人送花，需要您签收一下。我去一下。啊，你忙。好的。那个邹主任，要不您提个字啊？没有，学习。来拿一下吧。哎呀，学习。哦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我去看一下。小林，今天不减肥了吧？邹老师，你要吃吗？好呀。邹主任，嚯，这还是个老物件呢。邹主任，您还记得吗？上次您夸我反应灵敏，有成熟记者的风范。有这事儿。那我既然都有成熟记者的风范了，是不是可以直接当记者了？你想当记者啊？实习记者也行。哎呀，陈燕，你知道吗？电视台现在处境很艰难，有很多记者都在考虑改行或者另谋生路。你为什么还要当记者呢？您好，是何女士吧？是的。这俩花篮您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您就签收一下。好。谢谢。没事。走吧。谁送的花？蒋哥厨房。你今天怎么没请他？没请他，他还知道星辰书屋今天上线。可能子墨跟他说的吧。那挺有心的啊。我吧，其实1年前呢，我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敢想。那当记者，就我哪儿配呀？可是后来进了新闻进行时之后，我发现那记者其实也都跟普通人一样，甚至有的还不如普通人呢。而且钱也没挣多少。你别说当记者了，就这电视台我都不想待了。那你刚才还提出这个要求？是因为西山火灾，何老师跟白老师，他们震撼到我了。他们像英雄一样，真的太酷了。我也想跟他们一样。可是他们走了，
所以我机会来了呀。电视台正在精兵简政，记者的岗位只出不进。我知道，但是凡事总有破例吧，更何况我这么优秀。您说的。我说的。哎，那你有大学本科学历吗？我正在参加自考，考完最后2门课，我就能拿到学历了。陈岩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今天的记者，工资虽然不高，但是工作强度很大。看上去很光环的记者，其实就是新闻民工。我接热线都快1年了，他们过的什么日子我还能不清楚吗？但是，我愿意。好，那明天你带着你的简历和申请来办公室找我吧。谢谢曾主任。不用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您好，星辰书屋的蛋糕，谁签收一下？哦，谢谢。好可爱，这小人太像你了。哎，这不会又是蒋俊豪送的吧？啊，应该是吧。欢姐，我要是你啊，我就从了。明白，就当我没说。你给我吧。真的好可爱啊！你小心点啊。没事。我是大股东，啊，你帮星辰书屋，那就是帮我。你放心吧，大哥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任杰，啊，我能采访你一下吗？现在采访我？啊，那你采吧。我朋友说你对我有意思，是事实吗？你不用犹豫，就回答是或者是不是。那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，你能先回答我2个问题吗？何老师，谢谢。你是想用我的答案来回答我的问题吗？不是，我的问题就是我的答案。那你问。上大学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喜欢你吗？知道，但不确定。那我现在对你是不是有意思？你反而不知道，不确定。你不要用反问句来搪塞我的问题好吗？那我就用陈述句，是，我是对你有意思，非常的。天哪！我的问题还没问完呢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们2个人因为抢一条新闻而反目成仇。我想请问，如果当时是其他人抢这条新闻，你的反应会那么大吗？不会。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，你当时非常受伤，你觉得我利用了你的感情？就是。对不起，我不想为10几年前那个急功近利的自己辩解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，弥补当初的遗憾。你说的遗憾，具体指的是什么呀？当初，我们2个人友情至上，恋人未满。现在，我们成了搭档，冰释前嫌，还成为朋友。所以我想把这个关系更进一步。成为你的恋人。那如果我今天没采访你，你还会说这些吗？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犹豫吗？我本来想的是我们2个人在认识18年的那一天，我找一个极其浪漫的地方，用一种极其庸俗的方式来向你表白。可就是因为你一定让我用是和不是来作答，弄得我有一点不知道该如何抉择。能把浪漫和庸俗捏在一起用的，除了你也没别人了。最后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
要官宣吗？决定了。躲开。何欢，哎，走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能不能让我也沾点喜气儿，借你的地儿，宣布件事情？来！哇，有好事发生，有大新闻啊！快！什么大新闻呀？当！各位朋友们，我想宣布一件事情。经过反复论证及其认真思考之后，我跟任杰先生准备进入恋爱关系，以此来应对我们正在发生的感情冲突。白姐不行，你这太新闻播报了，你得再来一次。我补充一句啊，我不知道白杨女士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跟我谈恋爱，但是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结婚。那我也补充一句，我不知道这段关系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，但是我会珍惜当下的每一刻。我们两个人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伙儿。来，祝你们幸福，亲爱的，谢谢，永远幸福，白姐。接下来继续交给星辰书屋。哦，切蛋糕吧，我们。好，切蛋糕了，切蛋糕了，切了吗？来。把那个盘子、刀什么的拿过来。哇哦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哇，还有个小人。欢姐，你看这小人跟你真的一模一样。他们真的太浪漫了，看得我都想谈恋爱了。是吗？那刚好，把这蛋糕给刘云都送过去。我才不给送！你不是想谈恋爱吗？想谈恋爱？去呀！对呀，你不是说你想谈恋爱吗？哎，何欢，邹主任来了。生日快乐！邹主任来吃颗蛋糕。哎呦，不了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有点事，我得提前走一步。不是说好了一起吃晚饭的吗？哎，这刚刚接到了通知，频道编委会啊要开紧急会议，哎，讨论一下广告中心邱主任的事儿。啊，邱主任怎么了？不知道，邱主任因为身体的原因，他递交了提前退休的报告。他要提前退休了，我们广告中心怎么办啊？编委会开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事儿嘛，估计差不多下个月就要公开招聘广告中心主任了。有什么条件吗？大家的意见呢，这次要放宽资历和年龄的限制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放宽到什么程度啊？这不一会儿开完会就知道了吗？我得赶时间，先走。哎，邹主任，我送你。哎，好，慢走啊。哎，你教我这样吧。是没给你切，给你吃。邹主任走了。哎呀，哎，那叉子呢？何老师，你快来看一下。哎，来了，来帮个忙，来，上来帮个忙。怎么了？你看，最近15分钟，我们的粉丝量突然暴涨。这是好事儿啊！预告片上线3天，才100个粉丝，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。但是现在突破2000了，还在继续上涨。是平台扶持的流量吗？不是，你查一下原因。好，不正常吗？如果说上线之后粉丝上涨这是正常的，可是现在离上线还有10分钟，这肯定不正常。查到了，这些粉丝都是从一个直播间转过来的。什么直播？蒋哥厨房。他那边还播着呢吗？还在直播。那么好了，今天的菜也交给大家了，不知道你们学没学会哦。然后呢，在这跟大家说一下，凡是这个关注了星辰书屋的朋友们，那在我们直播间都会有福利给到大家。那只要今天星辰书屋的这个粉丝量达到3000，那我就给大家来一个才艺表演，好不好？已经到3000了是吧？
我跟任杰都在一起了，您跟蒋俊好有可能吗？唱歌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待会唱歌。